容许我为了做一个比喻，浪费一点水。这个厕所代表我们的地球。水龙头代表我们每次去买塑胶产品或有塑胶包装的产品，留给这个地球的塑胶垃圾。汤匙呢，就代表我们2天前去的地方。台客球球。现在要坐高铁去台中参观一个海废处理厂。我有4张票，有1张要给 Rethink 的 Jason。All right, Jason。Rethink 希望10年后、20年后会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讲环保讲那么多年，可是环境现在什么样子？就超烂。所以我们就转换，从几年开始，我们一直用行动去接触别人，因为我们知道行动的力量很大。台湾我觉得教育上蛮妙的，我们是有大山大海的，我们有很高的山，我们有很美的海，可是我们的教育上，我们就是很保护小孩，我们说不要去爬山很危险，不要去海边很危险，而其实它是一个极度保护、极度封闭的状态。那当你人民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说，我常去接触，你就不会有那个 connection。你就不会有一个连结在，没有连结，你就没有办法去想要去爱它，想要去好好保护它。做这么多行动，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其实是开始跟环境是产生连结的。就是我们是海岛子民啊，我们是海岛的小孩，我们本来就应该爱海洋、爱山上，对吧？去了解山啊，去了解海啊，去了解海龟啊，这些东西，当你有更多感情的时候，你会知道该怎么做。就你根本不需要人家说环保。当你有那个连结的时候，你不需要任何人教你，你知道该怎么做。当一个人跟海边或大自然有连结的时候，更是需要知道要该怎么做。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参观一个回收塑胶处理厂，他们也开始在处理海废。先跟大家破题，是个很麻烦的过程。一般人认为用完了塑胶乖乖去回收就没事了。若换成自己要处理自己的塑胶，保证大部分人会不敢用。现在市面上有7种塑胶，这个处理厂只处理2种。回收塑胶是一个长慢的过程，不但要分类7种塑胶，也要分类颜色，它的时间成本比制造塑胶多好几倍。若没有政府补助，应该是没人会做。回收后的再生料当然可以卖钱，可是很多业者认为品质低会臭。至少耗材是不缺的。这一袋是黑色的便当盒，但海废又是另外一个过程。制造这些塑胶产品是个生产线，我们这边也是一个生产线，必须把沙先清干净，也要分别国外飘进来的塑胶，因为这个政府就不补助。生产是不可以的。对，这边是不行的。这些东西就是可能从各个管道来吧，但是这些东西能再被制成可以用的东西，中间又经过非常非常多的成本很复杂的，很复杂啊，好可怕哦。非常的复杂，然后又花时间。那我觉得这个体验应该让消费这些人消费者去真实体验，就不是买完然后我们丢到回收箱里面，它就没事。它可能有很多更多的成本要投入，或是它根本没有办法这么完美被回收或是利用。这厂里面大概有2万多个塑胶砖块，每一块500公斤，所以一不小心掉在我身上，我一定死。回收的速度永远比不上制作的速度，那个比例差太远了，所以很多人一谈到环保议题，就好像在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回收处理第2关，把罐子切开来，再把里面的沙清干净。一罐养乐多至少花了我1分钟。清干净了才能把塑胶放进打碎机，不然会坏掉，而且要慢慢放，不然会卡住。
再来这些碎片会变成像热熔胶，再用冷水把它冷却切割，变成再生回收塑胶。要离开回收处理厂了，心情很复杂，新的很多，回家再跟大家分享。没错，这个汤匙就代表我们的回收系统。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回收系统就像这个水槽，就可以平衡下来，但其实不是，是这个汤匙。回收的速度永远比不上制造回收的速度。也有很多媒体在传播一个观念说，我们的回收系统很棒啊，是全亚洲 No.1 啊。但常常去进餐的人会觉得这个新闻有一点落差。那我已经结束了，还剩那么多垃圾。我知道了，提高人民的税，增加政府补助，换个更大的汤匙，但是好像还蛮费力的。哇，而且这杯子也满出来，而且这不只是一个台湾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怎么办？怎么办啊？我知呀，有一个方法。你以为只有你会啊？这边7成的垃圾都是从大陆来的。帮我想一想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有太多比我更聪明的政治人物也想不到方法了。这已经是我最大的汤匙了。为了爱地球，一定要做好你的回收。我真的想不到别的方法了。我们来问一个3岁小朋友，希望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妹妹怎么办？这个关起来，它等一下要慢慢的下去的。哦。你脚不行放进去。OK， 对不起。因为这是湿湿的。OK。